股神巴菲特现在成债神巴菲特了，他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境外债券发行主体。从2019年开始算起，已经累计发行了1万亿日元以上的债券，融资成本还非常低。根据伯克希尔哈撒韦2022年的年报显示这些钱的融资成本只有0.7%。巴菲特拿着这笔钱主要投向了日本的5大商社，那也就是丸红、三菱、三井、住友和伊藤忠，他们每年都能给巴菲特带去4个点左右的现金分红。一边是每年0.7个点的融资成本，一边是每年4个点的低风险回报，以至于巴菲特当时都困惑了，怎么会有这么便宜的买入机会？所以巴菲特今年又发了1644亿日元的债券，期限是30年，融资成本还是很低，只有2.325%。而且除了这部分的低风险套利之外从2020年8月巴菲特公开自己买入5大商社以来，丸红股价涨了将近200%，三菱、三井涨了130多，住友和伊藤忠涨了60%几。因此网友戏称双赢就是巴菲特赢2次。但其实这还是小看了巴菲特他真的很善于在垃圾堆里面找黄金，而且不仅限于股票和债券，至少是股债汇3神。咱们先看巴菲特当时是怎么炒外汇的。2007年前后，巴菲特拿美元买入了大量的巴西货币，这在当时很多人眼里简直就是疯了，因为20-30年前巴西货币堪比津巴布韦币。津巴布韦币大家是知道，就是那个钞票上面零都要写不下，出门买菜要推1车钞票的那个。所以当时美国搞嘉年华的时候，有的人朝天上撒都不是什么彩带和纸片，要省成本的话，直接撒巴西的纸币就完事儿了。因为巴西的货币能在短短50年里就贬值2.75乘以10的18次方倍。都说巴菲特能在垃圾里头捡黄金，那咱们就得先来看一下巴西的纸钞是怎么变成垃圾的。这个事儿非常奇葩。巴西原先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所以不但说的是葡萄牙语，用的货币也和葡萄牙一样，都叫雷亚尔。1942年受去殖民化浪潮的影响，巴西就把货币换成了克鲁塞罗，兑换比例呢是1000个老货币换1个新货币。但到了1950年代，巴西遇上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到60年代中叶，每年通胀率甚至能到100%，钞票后面都要放不下0了。于是巴西又在1967年出了一个新货币，叫新克鲁塞罗，兑换比例呢还是1000比1。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巴西货币已经贬值100万倍了。但是新货币并不能解决巴西当时的严重通胀，到1985年纸币都印出10万一张的了，这0又要写不下了，那只能再出一个新货币这也就是1986年新出的克鲁扎多，兑换比例呢还是1000比1。这时候贬值了多少倍，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但新货币还是个短命鬼，短短3年又嘎了。而且此后的5年，巴西通胀愈发严重，甚至1年前1块钱能买到的东西，第2年就得花25块6毛7。于是巴西货币开始了高速迭代。1989年发行了新克鲁扎多，1993年发行了克鲁塞罗雷亚尔，1994年又用回了雷亚尔。短短5年，货币又贬值了27.5亿倍。那也就是说，从1942年到1994年的50来年里，巴西货币已经贬值了2.75乘以10的18次方倍了。所以为了避免动荡和财富缩水，巴西富人就把资产转移到了美国。但看上去无比正确的决定，却让他们的财富在2002年到2007年间缩水了1半。因为雷亚尔在发行的时候，巴西已经总结了前6次经济计划失败的原因，解决了造成通胀的2大主要因素，一个就是财政赤字，一个就是惯性通胀。同时，巴西在市场上面大量买入美元，提高了自己外汇储备，这样就有了对民众喊话的底气。他们当时就说，如果物价再次大幅上涨，一定会从国外购买商品稳定物价。这一下就把巴西的市场信心给建立起来了呀。巴菲特很快就嗅到了这股味道，而且他当时还公开发文预测了美元即将进入下行周期。这一上一下就让巴西雷亚尔对美元的价值在短短6年里面翻了1倍。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策略分析师艾伦·罗斯金当时就分析巴菲特这次炒外汇的回报率绝对不低于15个点。但这还不是最骚的，你看咱们开头说的是巴菲特现在把债券和股票结合在了一起，但他把几种金融工具结合在一起的例子还挺多的，比方说买入亚马逊的垃圾债。2000年3月，美股互联网泡沫破裂，亚马逊的股价从最高点的$113暴跌到了2001年底的5块5毛1。评级机构也在这个时候调低了亚马逊的信用评级，它的债券就成了垃圾债。很多朋友肯定听过巴菲特的一句名言叫别人恐惧我贪婪，我都感觉这句话已经被不少自媒体给说烂了。那为什么大家做不到呢？因为这个思想本身是跨市场的，但市场与市场之间有些区别，需要一定的学习成本，一个简单的反转就能把很多人屏蔽在外面。像债券有几个要素：票面价值、票面利率、债券价格和到期收益率。其中票面价值和票面利率是固定不变的，但债券价格会受到供需关系、利率变化、发行人的信用变动等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债券价格和到期收益率是受市场调节的，且两者的关系是反向的。现在发行人信用风险变大了，投资人就会害怕债券砸在自己手里，那就只能打骨折抛售。也就是说，债券价格非常低，如果公司不破产的话，到期收益率会非常的高。但互联网泡沫后能活下来的企业毕竟是少数投资又不是赌博，那巴菲特为什么敢买垃圾债呢？
其实里面的逻辑非常简单啊，你想，咱们老百姓过日子难免有个把手头会紧吧？那手头紧的人就一定会破产吗？显然不是，公司也一样，信用评级只能体现过去和现在的财务状况。如果垃圾债券的发行主体的经营水平非常高，那它就是垃圾场里面的一坨黄金啊。所以垃圾债券有另外一个雅称——高收益债。巴菲特看人一向挺准的，他当时就发现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是个人才，但他当时毕竟自己也说过啊，看不懂科技股，所以就在2002年前后买入了3.1亿欧元的亚马逊债券，债券价格只有票面的57%。这笔投资一方面投对了亚马逊宏观上，也踩中了美元的贬值周期。2002年，巴菲特买入的时候啊，1美元可以兑换1.05欧元，但到2007年的时候，1美金只能兑换0.68欧了，贬值了35%。但同一时间，亚马逊的债券已经从面值的57%涨到了面值的102%，一升一降之下，巴菲特从中赚了2.46亿美元，投资回报率高达84%，其中就有1.18亿是美元贬值带去的。那除了股票、债券、外汇之外，巴菲特也能熟练地运用期货、期权等等工具，而且作为价值投资的代表人物，他其实和量化投资的开创者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就是咱们之前聊到过的爱德华·索普，两人曾聚在一起愉快地讨论概率。还有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自己也是从头部量化机构德绍辞职出来创业的。那也就是说，巴菲特本身就是一个思想非常开放的人，能灵活地运用工具，不被立场左右判断，这样才能在熬心熬肺的行情里面找到各种各样的机会。我想，这可能是一个人能被分为股神的必要条件吧。但是我们毕竟是凡人啊，总会有个坏习惯，那就是听人说话听半句，看人做事看半边。听巴菲特说永远不要做空美国，但不知道他在看空美国的时候也有别的操作。听巴菲特说要别人恐惧我贪婪，但忽略他本身除了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外，好像还是实控人的朋友，甚至还是领导的朋友。学人者生，斯人者死，大佬是复制不出来的，咱们多学习，多交流。